这个男人是日本格斗网红西巴塔，他在网上嘲笑 UFC 职业选手酷狗公司是小矮人，而且还跑到他的家门口堵他。他问你敢不敢跟我打一场？酷狗公司万般无奈，只好答应他的请求。说起酷狗公司，应该很多拳迷都认识，除了这个名字不好读以外，实力是真的强。2013年加入 UFC， 打出了7胜1负的成绩，输的那一次是输给了大力鼠。双方沟通完细则，西巴塔就跪在地上签免责协议。酷口公司签完，双方还按了一下手印。大家觉得酷口公司这个名字是不是特别奇怪？读起来就像绕口令。你们可以尝试连续读10次这个名字，看看最后是不是嘴都瓢了。西巴塔看到双方都签好了字，画好了押，非常的高兴，心想我这下终于可以挨打，不对，打人了。西巴塔现在准备就绪，走进了八角楼。这个块头还是比较大的，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网红西巴塔，他也是正儿八经参加过 Rizin 的比赛。好，现在走进来的是酷狗公司，是酷口公司，不是酷狗公司啊。双方的体型也是一目了然。西巴塔无论是从身高还是从体重，都要占了绝对的优势。裁判在给双方讲解规则。好，现在比赛开始。这个裁判也是搞笑，戴了一个小虎的一个面罩，还是粉红色的。双方稍微试探了一会儿，西巴塔突然来了个前滚翻。鉴于这个逗逼的搞笑行为，我决定换一首歌。那我希望大家把绝配2个字打在公屏上。西巴塔继续用跳舞来挑衅，时不时的还来个侧踹。酷狗公司突然来了一个扫踢，这一下就把西巴塔给扫倒。这一下是胫骨扫在了小腿上，非常的疼啊！嘴炮被扫的都受不了。我们再看一遍，西巴塔瞬间失去重心，酷狗公司上前补刀，裁判终止比赛。西巴塔现在非常的痛苦，抱着腿不停的抽搐。我本来想给他配一首《男人哭吧不是罪》，但是我想想多少有点不太仁义。此时此刻，我只想吟诗一首。这个网红狂又拽，以为自己很牛叉，职业选手扫一腿，疼着抱腿又打滚。赛前你有多嚣张，赛后你就有多狼狈。西巴塔一边冰敷着他的腿，一边向酷口公司道歉。他说：“我今天终于见识到职业选手的打击力。”看格斗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小北哥。喜欢本期视频，记得点赞关注，下期见。招仓未来问你有没有加入过黑社会？来参加面试的人说我没有参加过，但是被邀请过。面试者叫铃木。招仓未来问他今天想打什么样的对手，铃木的回答就是我要打比我更高更壮的人就行。铃木说自己从来没有学习过格斗，但是自己的打架经验非常丰富。他在自己的面试经历上写着，自己曾经在街头1对10，而且把对手全部打倒。铃木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有一些小动作，他的肢体语言说明应该是在说谎。招仓未来确定一下，你说的是1对几？铃木重复一遍是1对10。招仓未来说1对10，而且对手拿着武器，你把他们全部放倒，那我真的想让你出场了。铃木的肢体语言再一次显现，他表示那是4年前的事情了已经。招仓未来说，既然这样，那我现在就想看你打。在场的各位有没有人愿意跟他打一架？当两边都在举手的时候，中间这位已经脱衣服了，他就是喜欢打架的黎坤。这边脸上的伤还没好，这边已经签上了免责协议。一边是自称街斗1对10的黎木，一边是酷爱打架的暴走族黎坤。好，现在比赛开始，规则是1分钟1回合。黎木显得非常主动，报价看来确实没有练过格斗。哇哦，一拳放倒啊！铃木打完以后居然把头送过去给他打，我也是醉了，这真的是一拳干停，干净利落。主办方的医生立马冲上台去查看铃木的伤势。黎坤打完这场比赛，立马就叫阵了台下的格斗网红，他们的比赛已经打完了，打的也是非常的血性，可以进我的主页观看。看格斗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喜欢小北哥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个小混混在面试的时候要求打一下空击，以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。你们觉得这个空击打得怎么样？打完空击，招仓未来问在场的面试者，对刚才的空击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
坐在后面的长毛说：“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。”长毛自称练习了4年的拳击，招仓未来也让他打一下空击。于是这个长毛布波野也来露一手。那么这个空击打的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和刚才的小混混柳青，你们觉得谁打得更好？布波野打完空击，柳青就问招仓未来现在能不能就打一场。招仓未来当即就同意了这个请求。这个时候的布波野也没有做缩头乌龟，他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可以跟柳青打一场，现在就打。就这样，两个自称都有拳击基础的混混签完了免责协议，就开始了这场比赛，说打就打。比赛规则和之前还是一样，1分钟1回合。好，现在双方都走进了擂台，他们俩的裁判是白川鹿斗，两个人确实都有一点格斗基础啊，布波野甚至还有腿法。但是双方在拼拳的过程中，布波野明显是落了下风。打到后面，布波野甚至有点恐拳了，这说明他平时的实战打得太少。最终的结果也是非常的明显，布波野被打得满脸的血，也是输掉了这场比赛。打完比赛以后，双方其实还是蛮友好的，并没有像赛前那样互相嘲笑对手。赛后采访中，布波野也是道歉了，他承认自己吹牛说谎了，并没有学习4年的拳击。他说他说谎就是想参加比赛，自己虽然是新手，但是以后会继续努力。他说经验丰富的人真的很强。好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小北哥，喜欢本期视频记得点赞关注。轮到柳青发言，他当即就叫成了台下的格斗网红，那就是因为曾经抢劫坐过牢的后藤佑树。这场比赛也打完了，在我的主页，感兴趣的兄弟可以去我的主页翻看。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如果两个帮派之间因为一些矛盾而走上擂台，你会不会认为这是电影里的情节？但它真实发生了。今天的格斗故事为了荣誉而战，带给大家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小北格斗频道，记得先点赞后观看。擂台上的两帮混混分别来自新舄县和福冈县，他们之前互相在网上嘲讽对方不会打架，于是两边的帮派各派出了5名成员，走上正规擂台一决高下。由招仓未来当裁判，带上14盎司的拳套，用打架规则来分出胜负。比赛时长1回合2分钟。第一场比赛来自新舄县的龙泽勋对阵福冈县的川原健也。好，现在比赛开始，双方选手非常好认清，长头发的是龙泽勋，短头发的是川原健也。川原扫踢被接腿，川原抱住龙泽的腰准备抱摔，龙泽的力量也不弱，双方进入了角力缠斗。双方同时倒地，龙泽想起身来到了侧位控制，双方再次来到站立。这两个人的水平还是蛮高的，不愧是帮派精挑细选的成员。川原开始上步左右直拳，龙泽防守得很好。川原扫踢没有击中，龙泽前手拳并中，再接后手再打前直，哇，这几拳打得很准。川原的节奏被打乱，龙泽开始挑衅。双方同时起腿，川原被扫倒，龙泽压上去开始补拳。川原吃了好几拳，艰难起身。哇哦，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。此时的川原也不敢贸然进攻，经过第一轮的火拼，双方的体能也下降得很快。川原再一次开启了进攻模式。龙泽的距离感掌握得很好啊，基本上没有造成什么伤害。招仓未来把双方拉开，来到中央，川原起身飞膝，但是没有打中啊。好，最后2分钟时间到，这个结果也是毋庸置疑，来自新舄县的龙泽勋点数获胜，拿下比赛。赛前互喷但是赛后还是互相拥抱下。那么第一场比赛打完了，来自新舄县的混混们拿下1城。接下来是第2场比赛，来自新舄县的加藤对阵福冈暴君。这位看起来就很流氓的就是加藤，那么另外一个长得帅一点的这个就是暴君。招仓未来一声令下，比赛开始。暴君想碰拳，结果加藤就直接开干。暴君一个下潜抱摔，把加藤摔倒。暴君来到齐正位，开始上位砸拳。加藤在下位还是在拼命的挣扎。
因为事先说好的规则，地面不能时间太长，因为比赛的时间总共只有2分钟。招操未来出面把双方拉起来，来到站立。双方互换扫腿，站立的拳法是加藤占优，暴君再一次爆摔。来到地面，加藤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暴君应该是练过地面的，所以说摔法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招操未来再次出面把双方拉起来，这样的规则大大提高了比赛的观赏性，但是对于暴君这种选手来说肯定是不公平的。双方来到站立互抡，感觉加藤的这个体重更大，抡起拳来，暴君也是吃了亏。哇，这个后手拳打中。双方打的就像王八拳互抡，但是都是真敢打，特别是这个加藤，加藤抱住为神啊，这多少有点犯规了。加藤在上位连续击斧，加藤想做断头台，但是这个角度看样子是没有的啊。招操未来再次把他们拉开。暴君的手拿得太低，很容易吃到拳头。看后面的时间还有20秒钟，看看暴君能不能坚持得住。双方的体能都见底了，特别是暴君，基本上现在已经没有了反击能力。暴君再次被打退，来到角落。暴君最后一个爆摔，把加藤摔倒。最后2分钟时间到，比赛结束。说实话，如果是正规的 MMA 规则啊，今天的加藤可能要被暴君终结了。但是按照今天的黑帮打架规则，加藤赢得比赛。目前的比分来到了2比0，新细线的混混们再一次拿到一场比赛的胜利。就在加藤还在庆祝胜利的时候，后面突然跳进来一个人，他就是福冈县下一场比赛的选手松井健。这个家伙可是大有来头啊！曾经作为福冈县的代表参加了招仓未来挑战赛，虽然最终被招仓未来 KO 掉了，但是他打的还是不错的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这场比赛，新一线的梁太对阵福冈县的松井健。双方赛前对峙，剑拔弩张。这2个人走在街上，不用看就知道这2个人不好惹。好，现在比赛开始。哇哦，我这个话音未落啊，拳都已经打上去了。这个福冈的松井健啊，下手真的狠。梁太被打得东倒西歪，时间才刚刚过去10秒钟。梁太有点着急了，大摆拳没抡中，应该再缓一会儿。松井健又一个后手重拳把梁太击倒，紧接着又来个足球踢啊，再来一脚。这个松井健下手真的黑啊，我估计这个梁太应该是爬不起来了。梁太居然爬起来了啊，满脸的不服气。松井健再补上一拳，招操未来按住他，叫他不要动了。这边的梁太这次真的是睡了。这场比赛啊，让我们真正看到了什么叫做混混啊！混混之间的战斗是不讲武德、不讲章法，而且是没有规则啊，在安全的前提下是没有规则的。现在的比分是来到了2比1，后面还有2场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啊，要放到下一集了。这个时间有点长啊，喜欢小北哥的视频一定要点赞关注，爱格斗爱生活，下期精彩，我们不见不散。社会人干架就是这么直接，绝不拖泥带水。上一集福冈县的松井健暴力 KO 了新细县的梁太，拿到首胜。目前新细县2比1暂时领先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4场比赛，新细县的佐藤林太对阵福冈宋晓峰。穿着上衣的佐藤，赤裸上身的是宋晓峰，2个人都属于重量级的选手。宋晓峰的第一招就是瞄准佐藤的裆部，佐藤疼得哇哇叫。宋晓峰主动表示我不是故意的。比赛继续，佐藤扫踢，宋晓峰怀疑扫踢加后摆腿，结果被佐藤抓住空档，一拳放倒。佐藤足球踢，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宋晓峰很久没有训练了，曾经应该也是金牌打手啊，现在被打得很惨。佐藤一个勾拳，宋晓峰倒地，佐藤追上去补拳，招操未来出面叫停比赛。新细县再一次拿下一场胜利，目前3比1领先。最后一场比赛也是扛把子之战，双方都派出了最能打的人。新细县的益田拓磨对阵福冈片山秀义，这场比赛对于福冈的混混来说至关重要，因为前面的4场比赛已经输掉了3场。好，最后的扛把子之战，比赛开始。蓝色拳套益田对阵红色拳套片山。
一田先发起进攻，双方开始换拳，片山的拳更快更准。换拳中，片山一个后手拳把一田击倒，打得非常的帅啊，非常的专业。那这个扛把子果然是不一样，片山把一田压在身下，福哥的混混们都非常的兴奋，反观新西的混混们都是比较紧张。好，接下来比赛再一次来到站立。说实话，这两位的水平啊非常的高，打出来的感觉也是非常的精彩啊。一田表现的就有点急躁，片山的经验就比较丰富，不慌不忙的打着阴击。一田接腿打了个后手拳，把片山击退。双方开始缠抱。互相顶膝。一田指了指擂台中央，过来我们拼拳吧。双方缠抱在一起，一田一个顶膝顶到了裆，这下应该也是比较重啊。招仓未来要求比赛暂停。片山休息了一会儿，比赛继续。双方打的时候还拥抱一下，时间还剩下最后30秒。双方继续拼拳，片山一个后手拳把一田击倒。片山这一拳没打中啊，如果打中的话，可能就结束比赛了。片山喜欢打完就缠抱，可能体能也不太行，但是他的距离感和把握时机还是比较牛，已经有2次击倒了。好，还剩下最后10秒钟。爱格斗爱生活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小北哥。比赛时间到，最后还是没有终结，但是不得不说啊，这也是一场精彩的比赛。最后的判定结果是片山秀一拿下比赛。最终的比赛结果是3比2，胜利者应该还是要打的，但是我估计要到6月份了。那么大家就耐心等待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